李长寿低头看着面前的小哀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头顶玄黄塔，身形一跃而起，冲向高空，掌心多了一只草环。寻到七情平衡之地，寻到这一片小天地中灵力最温和之处，李长寿将草环缓缓祭出。草环之上，七彩光芒不断的闪烁，一缕缕仙光在草环之下汇聚。小恶女身前，太极图闪耀之处，大法师正在卖力地说着：你看看这个被黑布蒙住的球，里面的善念与恶念现在已经归于混沌，你猜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形？情绪之混沌。玄多大法师话语一顿，看着此刻的小恶女，后者目中满是茫然，胸口飞出了一束浅黑色的光束。同一瞬，被玉鼎真人镇压的玉之化身，在金灵圣母面前的爱之化身与喜之化身，被赵公明吓哭的惧之化身，追着太乙真人一阵猛打又被困在阵法中的怒之化身，云霄仙子身旁的哀之化身，胸前各自飞出一道光束，双目有些茫然，齐齐停下了动作。高空中，七彩光束飞到草环之下，汇入了那道道仙光中。一道虚幻的身影缓缓凝成，身着朴素的浅白长裙，正闭目漂浮。后土。李长寿深深做了一个道揖，朗声道：后土之德，天地共鉴，请后土娘娘归位。他的嗓音远远传出去，但是后土的虚影毫无反应，而那草环之上绽放出的仙光开始变得暗淡。似是在睡梦之中的后土娘娘轻轻皱眉，面容上流露出了少许痛苦的神色。李长寿有些着急地抬头看去，没来吗？时辰错了，还是那些念力抵达不了此地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做道揖，朗声道：大德后土，护持轮回，众生感念，永世不绝。话音刚落，各处传来8道嗓音，却是玄都大法师等高手齐齐对着后土做道揖，口中念诵着16字。突然之间，更为雄浑、更为嘈杂，也更为响亮的呼喊声在这片天地之间不断的回荡。6道轮回投影出的星河正爆发出璀璨的亮光，一颗颗金色气泡从星河之上逆流而上，在天地各处飘荡。辰时3刻，东海之滨，海神教覆盖之地，说不清多少人影跪伏在后土神像前，齐齐念诵着16字。天庭天河畔，敖乙便装单膝跪地，双手抱拳，背后10万将士齐齐单膝跪地。通明殿前，数百名天庭文官齐齐做道揖，跟随在东木公身后。东南西北中5天门处，瑶池处，天人居住的下3重天各处，四海之中，龙宫内外各处海族城池中，一道道身影或是单膝跪地，或是躬身做道揖，齐齐念诵这16字。渡仙门提前2个时辰就聚集的门内门人弟子，与此时绝大多数三教仙宗的情形相差无二，都对着刻着大德后土的牌位上香做道揖，念诵着，呼喊着：大德后土，护我轮回，众生感念，永世不绝。北周，一名名巫族跪伏在地，低声呜咽。地府、阎君、判官、阴差、鬼兵，那些即将踏入轮回盘的魂魄齐齐跪伏，不断的呼喊，不断的呼喊。甚至在3000世界中，相似的情形同步发生，一道道金光闯入幽冥界，与5部洲照射来的金光一同冲入了6道轮回盘。灵山之上，几名老道面露怒色，看着盘坐在谛听身旁的青年道者：弟子，可是你下的令，让咱们西方教的香火神教在今日祭拜后土？荒唐！这是他们道门的机缘，你此举岂非是助他们拿功德？地藏有些无奈的一笑，睁开双眼轻声道：这事
老师的旨意。几名老道立刻闭上了大嘴。地藏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六道轮回无关道门与西方之争，此举只是为了确保咱们西方今后还有跟他们道门一争的运数。各位师兄，地藏暂且修行了。言罢，这青年道者闭上双眼，面容带着少许祥和。几名老道对视一眼，各自皱眉离开。谛听神兽扫了扫尾巴，偷偷翻了个白眼儿，趴在那儿聆听众生祷祝，怡然自得。六道轮回盘内，无数金光弥漫，原本的沙海和熔岩已经化作了起起伏伏的丘陵，漫山遍野长满了浅绿色的浅草，一朵朵白色小花缓缓绽放。空中后土娘娘的身形已经无比凝实，她头上戴着那一只草环，如瀑布青丝洒落，十指交握，扣于胸前，跪坐在高空中低声呢喃。她在给众生以祝愿，身周飘出的气息是那般的柔和与安宁。这天地的一片角落中，金灵圣母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呼喊：大姐姐！金灵圣母立刻转过身来，长裙上的金色摆饰叮当作响。那两位已是与后土娘娘一般模样的七情化身，七情之爱，七情之喜，正齐齐对着金灵圣母做道揖。他们笑道：谢谢。金灵圣母微微摇头，保重。他们轻声答应着，身影缓缓升空，朝着后土娘娘飞去。空中大法师处，你等着！小恶女咬牙切齿，等我再出来了，一定会去把你的头发剃光，头上刻一个绿毛龟。大法师洒然而笑，摇摇头，把手中那一颗宝珠悄悄捏碎，收回太极图。一束金光照来，将一脸不服的小恶女包裹，缓缓拉向空中的后土娘娘。另外一个角落，这个多有得罪。赵公明对着面前的巨之化身做了一个道揖，摘下面具，赔罪地笑了两声。已是被金光束缚的巨之化身，此刻明显是松了一口气，对着赵公明做了一个凶巴巴的鬼脸，似乎是对刚才被吓10多次的回敬。另一个角落，同样被金光束缚的怒之化身对下方太乙真人骂道：你给我等着，混蛋，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鼻青脸肿的太乙真人邪魅一笑，低头哇地喷出一口鲜血，气息是萎靡不振。在9位仙人踏入这个小天地的方向，玉鼎真人收回自己的玉鼎，起身对着玉之化身做了一个道揖，低声道：得罪。呸！玉之化身被金光卷走的时候，口中骂骂咧咧的说着怪物啊，都是怪物啊这般话语，而随之几位仙人的仙识朝着最后一道化身所在之地而去。道道金光落下，宛若锁链一般，将坐在地上的悲伤少女温柔地扶起。唉，小哀低声轻叹着，抬手擦了一下眼角一直未曾断过的眼泪，看着面前站着的李长寿与云霄仙子，低声道：看吧，我走不到那么远，虚假还是虚假，错了就会被修正，我就是被修正的那个呢。李长寿露出几分温暖的笑意，缓缓摇头。小哀呢喃着，身子慢慢被拉起。虽然知道你们不是为了我，但这几日多谢你们了。我话有些多，而且都是没用的废话。我为什么这么悲惨？最开始就知道是这种命运，因为你们又产生了一点不该有的念想，但最后还是要这样。明知道是这样，我明知道。
云霄轻咬着嘴唇，别过身去。李长寿平静地注视着小哀，缓缓吐了一口气，笑道：唉，对了，你有名字吗？我只是后土的一段七情所化，是他的一份念想。以后就一直喊你小哀吧。贫道号长庚，人教弟子，天庭水神，能与你相识，引为道友，共成今日之事，相助大德后土，三生有幸，不胜荣焉。我已经被拉到半空的小哀不断地用手背擦着眼泪，口中渐渐失声，却不断喊着：我是后土，我是众生赋予后土的哀情，我叫后土哀，能与你相识，引为道友。金光大作，他的身影与其他6道化身一同消失在空中。李长寿缓缓呼了一口气，低头看着面前砸落的那一颗宝珠，耳旁仿佛响起了那一声：是愉悦啊。是不是悲傻了？李长寿把宝珠拿起，这里面我动了一点手脚，你的那一点悲伤放入这珠子之前就已经被我给融掉了，一直都会是愉悦。一旁探来一只柔蹄，轻轻地拉住他的胳膊。李长寿低声道：不用担心，我的道心坚固得很。云霄轻声地答应着，却并未松开李长寿的胳膊。空中金光缓缓消散，7颗色彩不同的宝珠正围绕着后土娘娘盘旋，一缕缕七情之力回归后土娘娘自身，顷刻间互相抵消排解。突然间，后土睁开双眼，眼中光芒闪烁，身中那7颗宝珠同时炸碎，7道本已经无法反抗的化身再次现出了虚影。大法师皱眉道了句：后土前辈，莫要。无妨。后土目中闪烁着淡淡的光亮，注视着面前这7道已经失去大半七情之力的化身，嘴角露出少许温柔的笑意。他取下头上的那一只草环，轻声道：众生之苦，我来背负；众生之怨，我来承担；众生之恨，我来忍受。我自身之哀、恶、欲、喜、惧、爱、怒，为何不能由我来包容？玄都大法师眉头渐渐舒展，笑道：前辈自行决断便是，不过下次若是再压制不住，还请早早知会我等一声。多谢。后土柔声答应着，目中满是柔情，先只将草环轻轻推向前去。七情化身化作道道流光汇入草环，草环飞回后土怀中，被后土抱在胸前。以后要乖哦。这后土娘娘连困扰自己这漫长岁月的七情化身都直接保住了。旁人或许不知那草环对后土娘娘来说有多重要，但是李长寿此前与后土娘娘相谈，且将那草环拿在手中3日，自知其来路。后土娘娘的身躯已经化作了6道轮回盘，那草环其实是后土寄托元神之所在，相当于第2个身躯，给自己留下了脱离6道轮回盘的可能。刚刚的情形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后土娘娘是借众生念力，让她自身元神与6道轮回盘完全融合，将那草环让给了小哀他们。后土娘娘是我们巫族最温柔的祖，回想着这句话，李长寿哑然失笑，或许这就是大德后土吧。但是如此一来，我岂非画蛇添足了？李长寿低声喃喃着，
目中带着几分无奈。云霄仙子掩口轻笑，松开了李长寿的胳膊，不着痕迹地退去一旁，目中满是笑意。之前李长寿与小哀告别时，其实是云霄仙子心境出现了些微波动，才有了刚才的主动安慰。李长寿自不会去戳破这些，被安慰就被安慰嘛。他虽然修为远不如云霄仙子，但是男人总该是要有点男人的样子。顺带一提，要强的仙子也蛮可爱的。说起刚才的主动告别，在小哀被召回时，李长寿怎么想都觉得小哀已是要消失，所以言说了那一段话，算是给小哀的安慰。大概是哪怕是一段只有片刻的友谊，也能温暖一下小哀吧。可后头娘娘选择了这般处理，七情化身虽然被削弱了大半，但被后头娘娘保护了下来，像是养了7个孪生同源的小姐妹。李长寿送出去的温暖硬生生地结成了因果，这里很累。不过这总归也是一件好事，毕竟小哀他们能够留存下来，虽给后头娘娘留下了隐患，但也留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机缘。比如有人想搞地府，后头娘娘一人出战，关键时刻可以召出7情化身，小哀一出，漫天妖魔默默拔刀自刎。这个画面感相当的强烈，让李长寿还隐隐有点小期待。且后头娘娘如何处置7情化身，对他们参与者心底来说倒是少了几分负担。李长寿对着空中做了一个道揖，几道流光已经是朝着李长寿与云霄娘娘飞来。